没有颜没有钱还对人不好，个头又不高，那这样的人我是看不上的。你就像你这样的，你就倒贴钱我都不要，为什么？对，所以你单身啊。对，我单身我就活该单身，你也活该单身。我不活该单身，我可以选呀，我可以有很多选啊。这是一部2022年上映的纪录片，导演跟拍5位单身女青年，她们要么事业有成，要么家境殷实，但却都面临着结婚困难的处境。第一位名叫红梅，1990年出生于山东农村，人大毕业的她在北京打拼多年，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。工作给了她经济独立的底气，也带来了一身的疲惫。目前想找个依靠的肩膀陪伴到老，于是就去参加各种相亲活动。现场女方将自身信息及对男方要求列出，如果没有达标就会继续下一个。由于红梅一路打拼深知钱财来之不易，所以对另一半有明确的经济要求，最好在北京或周边工作，工资最低要和自己看齐，有车有房的话就更好了。或许在北京有很多符合条件的男生，但红梅对爱情却有很深的看法，就算条件达标，三观性格也要合适，哪怕父母催得再紧让她降低要求，也不愿这么将就的随便找一个。回家的火车上旁边有对夫妻，学生时代相恋，毕业结婚生子，单身的红梅当起了婚姻大师，讲述婚姻该如何寻找，如何经营。92年的结了婚之后就被摧残成这样了，这才叫嫁给爱情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张狂；爱是永不止息。哎，发现这个我们都懂了一堆道理，然后仍然过不好自己。爱情究竟是什么？李一代娃的哥哥也有自己独特见解，他认为爱情应该不关乎金钱地位，宽容以待，忠诚陪伴才能持之以恒。看到一个有眼缘的人，你不能上去，你的经济条件怎么样？你有车吗？你有房吗？或者你的收入是多少？你如果是先了解这些的话，我觉得太现实了，就是中国人现在很现实。对于哥哥的看法，红梅立刻纠正，表示自己并不是拜金女，只要为了家庭去努力奋斗就行。兄妹各持己见，争论不休，这让旁边父亲忍不住调侃：我要个失败者，那都是。红梅回家的日子里，村里媒人几乎每天踏破门槛，因为当地促成一对新人就有1万媒人费。然而奈何红梅条件太好，要求较高，已经筛选掉了十里八村大部分小伙。后来媒人经过多方打听，还真给红梅介绍了个符合条件的帅哥，二人约在北京一家精致的西餐厅，气氛正浓，红梅觉得可以继续深入，于是聊起了自己的婚姻观。她认定结了婚就是一辈子，可以做到对丈夫完全忠诚，同时也希望收获对方的承诺。对面男生或许觉得自由受到了限制，直白地戳破了他的期待。名言男生就是喜欢自由，并且反过来告诫女生要学会独立，不能完全依赖男人。红梅被气得哭红了眼，她气自己对待爱情婚姻如此忠诚，为什么无法获得对方的同等对待？她气这一次相亲又是无疾而终，更气自己怎么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人。如果说红梅是历经艰辛才扎根北京，33岁的董佳琪则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小妞，自幼就喜欢凯蒂毛，大到电视机，小到挖耳勺耳环，几乎都是凯蒂毛主题。目前从事文化类相关工作，业余喜欢和父亲打高尔夫，家境殷实，父母宠爱，做饭炒菜包虾都舍不得他动手。干嘛碗洗完了？看看不能干的孩子傍晚都会洗了。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父母不得不将心爱的小公主嫁出去，可这些年相亲一个又一个，女儿却总是遇不到合适的。其实董佳琪也一直很郁闷，自己条件不差，性格活泼天真，而且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算高，她身高1.7米，找个1.8米以上的不过分吧？北京户口有房有车，找相同条件的也不过分吧？但至今都找不到家境和性格都合适的人，是不是这个要求有点高了？对，基本上在我一过滤就剩不了几个人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就赶紧把那过滤出来那几个人给我介绍一下吧。其实他这个年龄还挺尴尬的。男性朋友直言他的追求过于理想化，现在男人结婚主要看女人能不能生子。天真活泼的董佳琪显然没想到，随着年龄越大，自身条件也开始不占优势。不久后，他在和相亲对象聊天时，聊起了自己对未来伴侣的要求，就是尽量不要有秘密，因为自己的上一段感情就是结束于偷看男友的手机，发现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如果说一个女方，这个男方发现他在看他的手机了，然后你又是偷着看的哈，他偷着看的话，他第二次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是进门之前清仓。男方的大致意思是，既然爱了就轰轰烈烈去爱，万一修成正果白头偕老了呢？有时候选择相信也是一种智慧。要大胆，不要想那么多是吗？就往上冲是吗？董佳琪无法忍受没有安全感的日子，竟然二人话不投机，只能悻悻离场。
与前两位女生相比，陕西西安的玉儿性情独特，既喜欢在摇滚乐中加烟随心摇摆，又喜欢在泉水叮咚的山林间修身养性。她的浪漫来自于骨子里的艺术天分，因此玉儿对伴侣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有爱好相同，精神契合。但她却总是与人不淑。玉儿和前男友的爱情只持续了2年，当时前任的母亲埋怨她选择忍让，男生不分担房租她全部付了，一味的委曲求全却并未换来爱情的持续。男生跟其他女人发生暧昧，被发现时猛然站起，慌乱中却无一丝愧疚，显然心中早已不喜欢他了。可以不问你有车有房，你的这种世俗所有的东西的瞬间，你觉得我只是因为我爱你，我这么纯粹的爱你，觉得那是最珍贵。突然有一天他妈一个巴掌抽醒你，告诉你他妈的这是最不值钱的。玉儿当初觉得爱情胜过一切，可即使对他人再好也被无情伤害，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，开始在家里对着诸佛帮孩子祈求良缘。而为了不让妈妈失望，也为了自己的未来幸福，玉儿开始在社交软件上寻找另一半。这次她遇到了一个喜欢小提琴且性格开朗身材健壮的男生，俩人一路交谈下来，男生果然浪漫谈吐幽默彬彬有礼，还耐心地教她跳起了舞蹈。正当玉儿觉得自己遇到了对的人时，男人却转头和熟识的女性聊了起来。大哥，你变白了你，这个头发给你本身也变白，为啥？褪色了，瘦了？没有。他跟女孩像刚才一样热舞，但不同的是这俩人显得更为默契，玉儿只能尴尬地走开。随后吃路边摊时的一番言论，彻底暴露了二人三观的不合。玉儿认为女生在和男生交往时，会更注重精神的愉悦而非身体，而男生则认为爱就是得到，就是肉体的本能吸引。更明言，他不打算结婚。如果你真是喜欢这个女孩，你很快速的得到她，这和你很慢得到她没有什么区别。相比于前面3位积极寻觅爱情的女生，谭静却显得非常从容。她从小就是妈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生于安徽保送清华，担任过瑞士投资银行的副董事，如今还是优步中国创始团队成员。演讲台上的她谈吐幽默，自信迷人，可一旦和朋友谈及自己的单身，谈到自己过人的理性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时，尽管嘴上说着追自己的人派到法国，但忍不住闪烁的眼神和反驳的语气，还是暴露了他谈起这个话题的底气不足。谭静并非拒绝爱情，只是自己的生活足够丰富精彩，男生的存在对他只是锦上添花。要是男生没那么有趣，他也不愿浪费时间。谭静有时也会反思，是不是自己的过分理性赶走了男生，于是报名参加了为期3天的冥想课程，期待能开辟新的视角看待爱情。谭静也并不排斥组建家庭，她曾在28岁时强烈的想要步入婚姻，目的就是想要在适婚年龄顺利产子。但随着技术的发达，年龄不再成为限制，她选择去美国旧金山冻卵。工作人员告诉她风险所在，她仍旧不为所动，不停地打针吃药成了她的日常。现在腹部已经全是针眼，甚至找不出一块平整的肌肤，但在谭静看来，这一切都值得。纪录片中还有位单亲妈妈，脱单难度比前4位看起来较高。她名叫李桃，曾对爱情充满向往。第一段婚姻时对前夫完全信任，无条件的支持他，给予钱财帮助，但给出去的钱总是有去无回。李桃对丈夫起了疑心，细究之下才发现丈夫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，自己完全被骗婚了。但此时她已经有了5个月的宝宝，因不舍送走肚子里的亲骨肉，李桃咬咬牙生了下来。她决定不靠男人，自己成为女儿的一片天。李桃曾是演员，和胡歌、靳东、吴秀波、郑恺都搭过戏，以前也幻想过逐梦演艺圈，但进入剧组就意味着和女儿长年累月分离，于是就转投直播带货行业，每天不间断的直播6小时。李桃本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互相陪伴，但2件事使她萌生了再次组建家庭的想法。女儿生病需要做手术，自己尽管下播就来医院照顾，但有时还是分身乏术，只得让小姨陪护。看着其他病床前的小朋友全家齐上阵，李桃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病好后的她带着女儿和闺蜜一家去上海迪士尼游玩，动漫人物和人群互动时，李桃显得非常激动，怀里的女儿却没有反应。她看向了相反的方向，视线落处是个金发小女孩坐在父亲肩头，正在开心地摆弄父亲的头和下巴。回去的车上，闺蜜问李桃怎么处理女儿没有父亲的事，李桃称自己对女儿说父亲在国外工作。闺蜜对李桃隐瞒事情的做法嗤之以鼻，她认为小孩子只是小不识蠢，要不就说你们2个人不在一起了，你这样老骗他有什么意义啊？李桃认为这样的真相对孩子太过残酷，她开始觉得再次组建家庭兴许才是对女儿最好的回复。但就如影片中其他4位女性一样，许多单身的女青年尚未找到伴侣，更何况她是离异又带着女儿。5位女生的经历可以看成一个人初时对爱情充满羡慕，总是期待着一个完美的伴侣，
于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尽力追求，但苦苦追求仍无结果。于是有的扩大接触面提高概率，有的停下脚步专注内心的安适。他们目前的经历是自己的困境，却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农耕时代社会婚姻中的男女多是工具人，意义更多是为家庭国家人口做贡献。开放后的现在，爱情越来越脱离工具属性，成为个人层面的精神追求，这是社会结构向上发展的表征。不排除还有部分人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或是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，极力规劝年轻人回归家庭，但大多数开明的家长还是以孩子的健康快乐为宗旨。截止目前5位女主人公中，只有看似最艰难的李涛进入了婚姻。红梅离开了北京，回到山东烟台帮哥哥打理公司。她不再给自己未来的另一半设置经济门槛，只求对方175以上，低调谦逊有耐心。董佳琪搬离了父母的视线，她的新家是粉色主题，月儿投身自己热衷的音乐影视领域，热衷于参加各种放松 party， 沉浸在潇洒的文艺生活中，暂不考虑婚姻。谭静留在美国硅谷创业做人工智能，享受着自己丰富多元的单身生活。他认为人生漫长，同行人总会遇见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想要快速走入婚姻也好，享受目前的单身旅途也好，哪有是非与对错，尽是人世间百态。愿普天下所有善男信女得自己之所求，展生命之精彩。30岁的我长得也不差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命运真的一直很惨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对象，也没有存款，所以感觉压力很大。在深圳生活节奏又快，所以我觉得会很累。我也搞不懂，像一般人都会觉得我是有对象的，但是现实中我真的是连对象都没有。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其实我要求也不高的，可能这就是命吧。再加上我这么久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社交，所以真的感觉生活一团糟，经常都感觉到身心疲惫，很迷茫。别人的30岁都活得很精彩，我的30岁却混成这个样，真的感觉很苦恼呀。所以我到现在混成这样也是被家里人嫌弃，关系自然就不好。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，其实有时候反过头来看，我都觉得很佩服自己了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承受能力比较差的早就结束自己了，可是我还是一直的苦苦挣扎。所以你们根本就不懂郁郁的痛苦，每天都是枯燥乏味的生活，我是根本的开心不起来，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了。有些人说我说话能不能精神一点，我觉得我能现在这个样子都已经很不错了，毕竟我都抑郁这么多年了。